欢迎收听华瑞投资观点。当全球数十亿球迷都在为场上的进球尖叫时，高盛的分析师们却在紧盯着啤酒瓶盖的开启次数、体育用品店的收银机以及饭店的订房系统。各位投资人，如果你认为世界杯只是一场体育盛事，那你就太小看这4年一次的超级金矿了。高盛近期发布了一份深度研究报告，揭示了一个让市场震惊的数据。在2026年世界杯期间，体育馆内的啤酒销售额竟然暴增了 22%， 而像迪克体育这样的零售巨头，单季预估就能多赚近6500万美元。市场目前都在关注联准会何时降息，宏观经济是否衰退，但高盛却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投资逻辑。世界杯效应正在重塑消费市场的成长动能。如果你现在还在用传统的眼光看消费股，你可能会错过这波由足球带动的巨大红利。高盛指出，这次世界杯对经济的拉动是全方位的，从啤酒、饭店、体育用品到现在最夯的线上博弈和短期租赁，全部都有极为显著的增长。但重点来了，并不是每一间公司都能分到这块饼。数据显示，有些城市的饭店 RevPAR 每间可售房收入增长了 16%， 但有些城市却只有 8%。 这种认知差就是我们今天文案要拆解的关键。高盛分析指出，2026年世界杯不只是品牌曝光事件，更可能成为推动消费复苏的重要催化剂。透过尼尔森、Placer AI、AirDNA 与 ST2 等数据追踪，高盛发现世界杯明显带动啤酒、体育用品、旅游住宿、运动服饰及线上博弈等产业增长，部分企业同店销售因此提升超过 2%。 高盛将受益领域分为5大类。第一，啤酒产业是最大受益者。赛事期间，美国主办城市场馆内啤酒销量成长 22%， 非场馆区域也增加 19.2%。 高盛认为，居家观赛、球迷聚会与现场消费共同推动需求，像星座品牌与安海斯布希等市场龙头受惠明显。第二，体育用品零售迎来红利。高盛分析指出，迪克体育约 12% 门市位于距离球场25英里内的核心区域，其中距离场馆2至5英里的门市客流量较平常增加 17.7%。 高盛预估世界杯可能为 DKS 带来2600万至6500万美元额外营收。第三，住宿业受益于国际旅客增加，主办城市 RevPAR 平均提升 16%， 高于全美平均 8%。 凯悦与万豪因在主办城市布局较多而受益，其中高端饭店表现优于经济型饭店，反映世界杯旅客消费能力较高。第四，运动服饰品牌获得长尾效应。 Nike 世界杯相关内容首周观看量达15亿次，国家队球衣销量约为2022年同期的 2.5 倍。高盛认为，赛事不仅带动短期销售，也可能提升运动文化热潮，延续后续产品需求。第五，线上博弈与旅游平台获得新用户。 Sensor Tower 数据显示， DraftKings 世界杯期间日活跃用户同比增长 94%。 高盛认为，世界杯是一个强大的获客工具，新用户可能在未来数年持续贡献收入。此外， Airbnb 预计也将因世界杯获得约11亿美元预净额增量。不过，高盛也提醒投资人注意2个容易忽略的因素。第一是排挤效应，部分热门城市因房源大量增加，反而出现短租入住率下降，这代表投资不能只看人流，而要关注实际增量。例如，非传统旅游城市可能比纽约等热门城市获益更大。第二是长尾效应，高盛认为，世界杯可能带动美国青少年足球热潮，推动足球鞋、训练装备等产品在赛后持续销售，市场可能低估这部分长期价值。对投资人而言，世界杯概念股的机会主要集中在具备品牌优势与直接受益能力的企业，如啤酒、饭店、体育零售与运动品牌。不过，也需注意营销成本上升可能侵蚀利润。例如，博弈平台虽然用户增加，但高额获客费用可能影响短期盈利。总结来看，世界杯带来的不只是一次性消费刺激，而可能形成涵盖零售、旅游、娱乐与运动产业的长期消费周期。投资关键不只是追逐流量，而是寻找真正能将流量转化为现金流的企业。最后，华瑞认为，投资人关注地区差异化指标，不要盲目看好所有在美国有业务的零售商，而是要参考高盛提供的足迹分析，优先考虑那些店铺密集分布在德州、亚特兰大与堪萨斯城等高增量红利区的公司。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